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来共同学习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现在正在讲这个一至三知识这个地方。那么一至三知识讲完了以后，开始这个皈依啊，就讲不共这个加行了。那么这个之前呢，就是我也要求大家，一方面这个共同加行啊，共同加行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要这个修行。如果没有这个学好或者修好共同加行的话呢，不共加行的这种境界啊、皈依啊、发心啊、金刚萨埵修法啊，很难这个相续当中升起来啊。如果不共加行没有修好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僧祇次第啊、圆满次第啊、大圆满的这些境界呢，也非常这个难以这个显现出来。所以呢，虽然这个讲前行时间比较长，但是呢，我认为非常有这个深深的这种这个意义啊，就非常有深深的这个意义。因为从这个自身的经验也好，或者是看这个其他上师们的传记来看的话呢，修加行就是特别这个好的啊，就是加行修的特别好的人呢，后来的这个修行呢就不容易这个退失。如果加行修的不好的话呢，暂时让升起一些言想让这个获得一些成就但后来呢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要么这个消失要么不稳固等等，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前面呢就是一再做总要求大家这个修这个共同加行，就是这是再三的应该去这个思维。然后同时我们呢也这个在这个共同加行不共加行里面的一些这个可大度就是可小度也可以可度呢也在进行就这个是就如果时间长了，每天的这样继续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的我以前也好像说过吧，就前海那边有一位上师是他一辈子当中修了这个16次这个加行就是说是这个16次加行就我们就是修一次的话呢，有些认为是有困难的。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法师从那个国外这个回来，就是然后他说就我们这个藏地这边就是出去的一位公认的大德他可能是在50年代就是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出国。那么就是一出国到这个现在的话呢，就将近这个50年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天呢磕100个头呢，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间断过。就是现在就可能前几年的时候他统计下来呢，就是这个400多万就是420多万还是多少，就是全部统计下来，因为每天的是就是磕100个头就是就不间断的，一直是到哪里访问这个其他的国家也好这个跟这个参加什么样的这个国际的这个会议就是都是到晚上的时候呢，就是磕100个头，一直是没有间断，而且坚持了这个40-50年，就是这样下来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已经就是总数都是有这么多。所以我个人听到这些这个修行的一些这个成就之后的话呢，有时候我觉得是人与人之间就是差别特别大。我们这个表面上看的吃饭、走路、说话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本质、修行的这种勇气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有些人呢，就是修一次的这个加行呢，就是觉得是在一生当中是非常难办的事情。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修多少个这加行也是对他来讲，尤其是他用于修行方面的话呢，就是一点都是不困难。就不困难所以就我们平时也是在这里几个别的道友呢，就是都这个发心就是每天都是磕一些头这个学院当中也是这样的这个城市里面的就是很多佛友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这个积极的，但是慢慢呢
有个别人呢就开始退了。所以我们关键的这个学习呢，有时候是没有一个集体的这种造作的话呢，好像就是个人的力量对个别人来讲呢就一直让见字，对个别人来讲呢就是不让这个见字。所以包括我自己的是，有时候跟大家一起的话呢，就是怎么样也是让这个见字。如果自己的话呢，总是有一件事情呢就一直这个缠着身体，有这种感觉。因此不管修任何一个家行呢，就是我希望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就认真的这个搭上这个打好这个基础，就这个对我们每个修行人来讲呢，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如果不重要的话呢，我们也不会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讲我们也会讲一些就简单的一些修法就是简单的一些仪轨或者说一些这个就是大经大论的话呢，就是我想不是讲不来的，就是应该是这个在研究佛教也好，学习佛教的这么长时间当中呢，可能对有些论点就是应该可以就是在字面上可以画下去的。但是我想呢因为大家都是在这样共同听的话呢心里面就是再三的想，对大家最有用的呢就是这个家信呢，就是一定要在几年当中就是把它这个讲的也广一点，让大家呢至少也是心里面就是影响这个深一点。这样的话以后可能这个各方面的境界不容易就是退失本人是以这样的一种想法来就是给大家这个引导的。所以希望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刚开始的时候是特别积极华智仁波切在那个年远歌舞里面讲是文思犹如什么刻度的这种身体一样的，刚开始头就是特别的，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糊涂社会就是就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积极就是人家白天就是不休息，晚上不睡觉，就然后慢慢越来越细了，就是最后的话呢，已经这个效益发界了，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忘了就是修什么，这样的这个修行方法真的是不对的。就是所以说我那天看到那个宗萨钦自仁波切，就是他在网络上呢，就是给这个很多的这个道友就是国际上的很多道友呢，就是跟他们就是代修的话呢，就是他要求是这个报名的话呢，就是必须要10年，而且呢每天的是必须要就是做餐就是要2个小时以上的，就是当时就是在这个网络上就是大概有300-400个人报名我当时想了一下，哎呦，就是他们那边的这个很多道友的这个根基应该是不错吧，好像那个中国这边的有几个人就是不多了，就全部都是大多数是西方和这个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人。我想是如果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修家信，就是修5-6年的家信的话呢，如果每天没有这个强调呢，好像很多人都就最后呢就是自己都忘了，就是一说这个家信呢，每天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个小学5年级3年级的学生就是小学生的这个学生的话呢，就是什么小学学生的话呢，就这边有好多这个老师就是大家有经验的，每天都是拉着一个辫子，拉着一个这个木棍的话呢，就比较听话，就是没有这个老师或者没有即使有老师，就是手上没有木棍的话呢就不太就是听话。就我看为什么天天老师就是拉着一个木棍呢，就是有目的的，有原因的。那么我们也不是这样的，很多人都已经现在有些是成年人，有些是已经这个人生都变成了这个下午3-4点钟的太阳，有些是5-6点钟的太阳一样了。那这样的时候没有自觉性呢，就是什么时候有自觉性，就是下一辈子才有自觉性，不可能吧？所以希望应该自觉性呢，就是把这个家信呢，就是重视起来。你们认为可能你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都就是很重要就是这个重要那个重要，但我自己认为呢，就是对每个修行人来讲呢，这个家信是比什么都重要，就是我始终是这样想的。所以你们的这个想法跟我的这个想法有些地方呢可能会冲突就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呢，就是大家思考今天继续讲那个一至三知识的道理讲在这个平日里，自己的上师身边的，自己在上师身边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恭恭敬敬、如理如法。就自己待在这个上师身边的时候，行为这个各方面应该就是恭恭敬敬、如理如法。当上师从座上起身的时候呢，
自己绝不能依然如果的坐在这个座位上啊，要么就是躺着啊，要么那个就根本不理啊，就这样就是不合理的啊，就甚至呢就是装着就是没有看见呐这样的话以前也有很多公案，就是到时候就是会这个基层当中也是干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过报就是当然如果上司这个开序上司要求就是不用起来的话，那就是坐着也可以的，而毫无迟疑的应该就是站起来。上司安坐的时候呢，要向上司这个亲吻就问就问候就看上司身体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上司烦恼重不重，上司那个吃的怎么样？这个各方面就是问那个上司的这个情况在观察自己供养香和上司心意的一些这个用品等等就是观察自己就是观察自己。上司不高兴的时候，你拿着一个贡品这样反而给上司增加了一些压力痛苦就是这样也不合理的。如果这个各方面的因缘这个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呢就看这个上司这个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上司一般这个上司根本不喜欢的，上司用也用不上的，这样这个供养的话也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很大的这个意义。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上司呢就是乐意的，就是这个是尽量的就是要这个做的。以前格鲁派有一个叫做是那个甘珠的上司就甘珠上司，他说上司这个说的任何一个语言的话呢，就是不能违背，而且呢就是要真诚的去这个信任他说这个上司说上司如果说那个太阳是从那个西边出来的话，那你也承认，就是而且必须这个信任，就是所以我当时这个想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太阳这个从西边出来的话呢，就是就旁边的这个很多一直上师的这些道友呢，就面对面的说，上师你绝对错了的，不可能的，就肯定会这个上师会爱批评的，就是那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以前真的有这个亲近性就上师这个说什么就这个听说并且呢就是上师的语言就是以这个佛的这个语言就是没有什么差别但现在这个社会呢有些人说是这个现在这个什么民主性或者平等性也甚至有些人呢就是跟上师跟我的这个地位呢就是平起平坐的，不应该有这个高低之相就而且一切诸法都是万法本来是平等的，万法本来是空性的，哪有这个上师和弟子之间的差别就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谢诉就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虽然在这个生意当中是一切平等的，但是在世俗当中呢，依靠这个恭敬上师和这个就一直上师的这种行为呢，最后自相续当中真正这个上师的这些功德超胜的智慧慈悲境界当都可以得到的就这些都一定会是得到的。因此呢这个就是医治这个上师的时候呢，就是要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就上师怎么样这个开心的话呢，就是要尽量的就做到。以前这个江阿瓦上师江阿瓦呢，就是他也是这样讲过，他说呢，就是他经常呢就是向着这个上师就经常这个向着上师，因为经常恭敬上师，以这个缘起的话呢，他后来就是相续当中真正升起了这个功德。我们大家都记着就是上师如意宝呢，就是经常一讲起就是他的这个根本上师的时候呢，在这个大众当中就让我们的很多人都是对一至三知识的这些功德一至三知识的方法升起了坚定的这个信心。我都有时候像现在我们学员呢比以前那个这个人可能就是比法王在世的时候的还要就是多就多，但是有时候好像上是讲一堂课的整个大家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转变比如说上次讲人生难得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就是全学院的人就觉得人生确实很难得，马上要修法。一讲这个生命无常的时候呢，就像就是马上要
这个修，不然的话呢，就无上道了，就是怎么办呢？一讲到这个一至三知识的功德的时候呢，大家都就是想起来，就是这样。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当然就是个别的法师们就讲的就很精彩，就有些这个法师的口才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在怀疑呢，就真正的一些大成就者在的时候的那样的这种心态呢，就是现在有没有，就是很难说就很难说。以前每天都是很多人在这个法喜充满当中，一旦一个高僧大德就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当与他这个相关的这个自己或者是间接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众生的心理的正法呢，也这个随着而这个隐没的随着而隐没。当然，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上师如意宝的这个功德也好，他的事业啊，他的加持的话呢，就是始终是没有这个消失。就无论是我们在座的这个很多人，见过上师也好，没有见过上师也好，这些都是我认为是上师的这个事业就上师的事业。上师如果当时就是没有开创这样的这个佛学院，没有培养那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的话呢，我们现在后学者的话呢，肯定是就没办法就是懂得就是这么多的这个佛教的道理。这是就是绝对是上师的一种这个事业。原来上师也讲过，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学院里面的哪怕是相续当中升起一刹那的3根以上呢，全是全着摩诃仁波切的加持真的很多的这个常住的道友呢，就是应该会记忆犹新的。那么我想现在也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的就哪怕是心里面就是产生就是一次的这个诸法无常也好，诸心这个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意念的话呢，这也是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价值就上师如意宝的价值。那么我们呢，应该就是如今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法一定要就心里面就是有一些感觉要有一种感受。就这样的话呢，这个法的力量就是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体现。就是否则的话呢，表面上我们过一个形式就是表面上你一至三知识也好，或者表面上这个修行呢，其实这个力量和作用不是很大的。因此就始终都是应该就是想到这个高僧大德们这个前辈的这些这个事迹是怎么一至三知识的他们是怎么一至三知识，怎么长期呢就是祈祷这个自己的这个传承上师就经常呢就是在处于一种这个修行的生活当中。而我们现在呢，大多数的人呢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有空隙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呢就做一些这个修行闻思就这样。而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是暂时这个放弃，甚至遇到一些违缘和一些逆缘，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就是完全抛弃甚至对这种这个修法呢，就是产生一些邪见，就是有这种可能和危害，有这种危险性。所以这说明呢，我们这个法还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心的。所以大家不管在这个一至三知识也好，就任何一个修行的话呢，其实始终都是处于一种这个全是上师的加持，全是诸佛菩萨的一种这个妙理当中。能观像这样的话呢，也许不信佛教的人就是或者是对这个佛教呢，就是并没有那么这个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修学的人呢，就他觉得这是一种可能玄妙的感觉就会不会这样？到底自身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感应呢？或者是加持有没有就会可能这样怀疑的。但是他的这个怀疑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佛教来讲呢，就是并不是这个排斥的就甚至呢就昨天这个我们在研讨会上面呢，就是这个怀疑的问题上呢，也是争论了很长时间。就是我都是在想呢，这个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对这个三法方面的，就是甚至这个升起怀疑的话，就像是四百论里面就是所说的一样的就也有这个功德的就是薄福于此分都不生怀疑就是若虽女生也，那么就是能怀这个三有根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法是空性的，这个法是应该是合理的，或者是一个一至三者是对的吧？就是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合理怀疑的话呢，那么就轮回的根本、三有的根本都会断除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是这个闻思没有功德，一至三者是没有意义啊，千万不能这么说。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那就是这是一种这个就是非理的说法啊，就非理的说法。就上师行走的时候呢，自身随行也是一样的。就如果上师出门了，如果上师跟这个出去的话，你也是跟着上师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一至三知识的这个条件和这个一些这个要求啊。如果坐在上师的前面，那么这个后边呢就是会对着这个上师的，这是一种不恭敬的这个行为啊，就是不能呢就是坐在这个上师的前面啊，就是上师的前面就是不能这样的就是带路。或者是不能上师的前面走，倘若坐在上师的后面呢，也会这个踩上师的脚印，有这个可能性，因此呢，就是也不能坐在上师的后面呢，就是脚印就是不能踩，就是脚印踩的话呢，就是也是不行的，脚印也不能踩，上师的这个身体的印子呢也不能踩啊。好像在那个世事无事颂里面说是什么若足他四印呢？这个活嘴入破他啊，活嘴入破他。如果踩了这个上师的这个印子啊，或者是脚印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获得的罪过啊，就是毁坏这个这个佛塔一样啊，就过失很大的，就是所以你这个踩上师的脚印呢也是不合理的啊，就是像那个就是有些这个外道也好，或者是当时释迦牟尼佛面前也是三星比丘的话呢，他尽量的这个踩上师的这个踩这个佛陀的这个脚印呢，或者是因为这个佛陀的这个教义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人啊、非人啊，他们都会恭敬啊、供养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如果把它踩了，把它磨掉的话，那就是也有过失的。真正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话呢，那么他就是行走的这个路啊，就是他踩的那种微尘的话呢，就无量无边的这个非人和天人的话，也会这个供养的啊，就也会供养的。我们大家也知道，比如说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高僧大德，就是去的话呢，那么他脚已经踩过的这个踩过的这个地也是实际上是我们可以顶戴。啊，就天人也是这样的，把它当做佛塔一样来。因此，真正的这个上师呢，是这个佛的化现。如果我们这样看待的话呢，不要说上师自身是全部是清净的这个贪嗔，连上师这个菜的教引的话呢，也是这个由这个人天来这个供养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不能就是菜上师的这个教引啊，就很多人的也经常这样说。不要猜，你，就下面好像就是有些人就认为是下面有虫啊，不能什么猜什么，不能下面有虫啊，不是有虫的，是有不能猜教引，就是那天两个人在那儿辩论。假使说住在上师的这个右侧的话呢，那么也会这个处在这个熟悉之位啊，熟悉之位就，所以一般这个佛教里面也是比如说这个右边呢，就是右边呢就是熟悉，就是听说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话呢，好像那个两个国家的这个规矩不同，就是尤其是一些国家的属相啊，就是他们都认为是就是一个是就是认为是左边是这个最高的，一个是认为是右边是最高的，就是当时那个。中国人这个请那个尼克松就是什么，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笑话和故事，就所以我在这里不讲的，这是世间的一种这个说法。但是，一般这个佛教里面的话呢，就是右边是这个比较高啊，就是不管是跟这个上师这个拍照片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话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可能不懂，就是非要就是上师的这个右边就是做这个高高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合理的，所以也就是就不应该呢，就是坐在上师的这个右侧啊，就是右侧。而那么怎么做呢？就是应当在上师的左侧，稍微呢就是往后的位置呢，就是恭敬而行啊，就往后的位置恭敬而行。假如在路上呢，就是遇到一些危险的地带啊，或者说是担心有恐怖事件发生的地方的话呢，那么请求上师开示以后，你可以呢，就是在这个前面做的，好像什么那个入心论里面讲的吧，就是也是。入心论里面，入心论的讲义里面应该有，还有那个金刚藏那个庄严序
啊，就金刚藏庄严序里面也说了，就是如果这个跟上师一起，就是到了这个晚上啊，或者是有一些喝水啊或者非常危险的地方的话，那经过上师的开序，然后呢你就开路啊，你就前面就是走着也可以。上师也如果胆子小一点的话呢，他也不敢走，就是愿意让你这个前面带路。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这个前面走也可以啊。那么对于上师的左点或者是晨起，也是如此，绝不能呢就是任意就是踩踏啊，这个上师的左点呢、晨起啊等等，就是车辆等等，就是这是无辜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里面呢说是如果上师开序的话是可以的。十世五世颂的讲义里面说不要说这个。菜上师的那种这个鞋啊，什么这个坐垫啊，这些就是连那个跨越都不允许啊，就是连这个跨越都不允许。然后那个功德光的那个戒律里面呢，就是戒律里面呢，就是讲，如果我们就是无意当中或者说是实在是不得已的情况下要跨越那个佛像啊、佛塔、佛经啊，那这样的话呢应该念那个《金刚经》里面讲的是诸法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一日梦，就是以这个寄诵啊，这个寄诵念诵的话呢，那么就是不会有就是过世的啊，就不会有过世的。所以好像那个世世无世颂的讲义还是在哪里啊？就是有些高僧大德的话呢，以此类推，就是如果你非要这个用上师的一些这个字句晨起啊，或者说是你要猜那个上师的一些这个因子啊，包括一些那个。那么这个衣服啊，就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上师这个开序的话呢，也当时来不及，就实在是没办法，不得不猜的话呢，那么就是如幻也、如梦啊、如电也、如睡，就你一边就是念，就你就观想如梦如幻啊，就是无所谓的。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吧？原来上师去那个新加坡的时候啊，当时那个好多这个居士呢，就是对上师心性很不错，就然后他们就给上师这个按摩，就按摩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对这个衣服啊，就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在乎，就是上面跨来跨去，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所东管家呢，就是特别讨厌，就是叫他们不要踩，就他也因为他那个汉语说的也不是很好，就是他也没办法沟通我们看那个上师呢，就是好像很开心的，就是上师呢也没有就是特别排斥，就是也没有制止，就是没有制止的时候呢，后来他们也有点过分，就是说是给上师要按摩的话呢，用我的脚来按摩上师你的背后，应该是可以。他们说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那个这个太就是不太好啊，就是有这种。所以现在的话呢真的是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衣服啊，就是对上师的一些字句啊，就是跨越或者是践踏的话呢，一点的就是没有这种感觉一样的。其实这是这个不合理的，自己也是有这个过失的就自己也会带来就是许多这个过失的。因此呢，如果你非要就是要跨越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一边就是忏悔就念金刚萨埵。我们藏地也有这样的，比如说你这个就是已经用了这个上师的一些这个字句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一边念金刚萨埵心咒或者说是念这个百字明就或者刚才讲的这个经里面的这个一切有为法如幻亦如梦，以这样的这个寄诵来，这样就不会有大的这个过失就是也不应该以就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也不应该以粗鲁猛烈的这个开关上师注射的这个门，或者呢就是用力来这个敲门等等，就是开门关门都是动作一定要这个轻入轻缓就是轻缓。以前那个阿底峡尊者就是有一次这个来一位弟子就是他敲门，就是然后呢也很不恭敬的那种这个语气就阿底峡就是本来的是认为就是九我戒就是经常讲，然后他说九我戒开门给我讲个窍诀那第一次那个这个阿底峡尊者就是没有开门，就是然后又开始敲就是第二次呢就是又没有答应，就是没有答应。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呢，阿底峡尊者说这个所谓的窍诀呢不可能以大圣而得到的，就是应该是以恭敬心来得到的。今天呢就是我不会给你传法不会给你传窍诀，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历史就是具有菩提心的阿底峡尊者的话，显现上呢也是当时呢就是可能
就是没有这个就给他讲这个窍诀确实现在很多人呢就有时候是基本的就是对这个上师的这个恭敬呢都不会动的，就是开始这个敲门喂，里面有人吗？喂，有人吗？喂，上师开门快，上师开门这样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其实是也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那么在上师面前，就是必须要端出身体上的一些这个容姿作态或者是表情上的一些这个嬉皮笑脸或者出迷苦念等等，而且口中的一些欺人之谈呢，未经观察的胡言乱语，或者呢说是这个戏耍玩笑等一切滑稽之谈呢之语，以及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观念的无稽之谈的，一并就是禁止就是在上师面前的话呢，一方面可能就是人比较熟了以后的话呢，以各种姿态开玩笑或者就嘻嘻笑笑就是这种这个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就是就禁止。如果上师呢就是这方面特别这个喜欢呢，就是每个上师的一些心态和性格呢就不相同的。如果上师就是愿意接受这种心态或者是这个一些行为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可以这个开许的。但是就是本来就是大家很开开心心的，然后有一些人呢就是特别就是出迷苦念，就是在那边这个甚至呢就是在一些场合当中就有些人是可能就真的是也许是修行很好，也许呢就是撞着这个修行这种做法也是不是很好。大家都是在说话吃饭就是这样，然后你一个人就是拉着一个转经特别伤心的这种痛苦的样子这样也可能就是不一定就是很那个适合就很适合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如意宝藏论》里面，就是专门讲了很多一至三知识的这个教言和窍诀还有呢这个大圆满信心修习大彻书里面呢也讲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教言，就是教言。所以这些教言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至三知识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自己就是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话呢，就是经常也会犯就是这方面的这个错误就是这方面的这个错误。所以说呢，那么就是这个怎么上就是应该这个怀着呢，就是一种敬畏之心，杜绝就是满不在乎的心态，言谈举止必须要做到文文二要寂静跳入。其实在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就始终都是人就是需要就是敬畏，就这个很重要的人一旦就是没有这个尊敬，没有这个恐惧没有畏惧的话，已经成了就失态了，就可以这么讲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惭愧心，没有这个恐惧感我会不会犯错误了？我会不会违背这个因果了？我会不会就是这个今生来世的事就是得上这个不好的果报就这方面的这种这个畏惧感也没有的。然后对父母也好，对上师也好，有功德者有学问者，这些呢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害怕的没有什么就是恭敬的这种这个行为呢真的是就是特别就是可怕的，就自相续当中的很多的功德呢就是得不到的。因此我们一至三知识的时候呢，就是对一般来讲呢虽然这上师也是人，你也是人，也许在某些这个角度上的话呢，就是你都已经超过了这个上师你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你的个子已经超过了，你的这个体重已经超过了，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学问呢，就是也许也超过了，文凭也超过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面的话呢，不一定就是超过，比如说这个上师的广大的这个智慧三教方面的利益众生的行为然后无边无际的这种这个无偏的大悲心就这些都是不一定的。以前我都在医治这个每一位就是法师和一些上师的过程当中呢，当时因为是可能比较年轻就觉得是就是好多地方都是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传法的上师也是应该相同的，甚至有时候认为自己的已经超过他了，有产生过这样的这个信念。但后来的这个生活历程当中看的话呢，也确实是凡是
德国这个法案的这些上士们呢，都有不同的这个功德啊，不同的功德。应该呢，我们要看着他们的这个功德。大家都知道，昨天我们在论坛当中的话呢，有一位博士后啊，就是他说是他呢，就是在医治这个他的博士老师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从来没有发现过他的任何过失，他是十全十美、非常完美的人。当时我想到，可能这个人的心啊、清净心就是管得很好的，不然的话呢，我们实践的这个老师不要说是这个出实践的给他讲的一些这个神发耀的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现在末法时代的人呢，很多都是观清净心是很难做到的，甚至呢，就很多方面呢，认为是自己的是已经超过了他不如自己。有这样的信念的话呢，那么他相信当中的这些功德和超胜的境界呢，在自己是怎么得到的，也没有什么可得的，因为我已经超过了他啊，就我超过他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就是以他来就获得一种这个功德啊。当时那个阿底峡尊者也是来到藏地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呢就是问那个阿底峡尊者，我们在这个一至三知识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得到什么超胜的境界，这是个什么原因？后来阿底峡尊者说呢，你们因为把这个上师呢就看作一般的这个庸俗的这个凡夫人啊，庸俗的凡夫人的话呢，那得不到真实的这种加持和洗涤啊，得不到真实的加持和洗涤。所以我们从这个就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真正把这个圣师呢，就是看着一些有功德者的话呢，就是自然而然对他产生一种这个恭敬心和畏惧之心。那这样呢，就自相续也是可以激进，就是跳入，尤其是在圣师面前也好，其他众生面前呢，极个别的有些修行人呢，就是身和意啊，就非常的这个跳入积极呢，就通过这个修法的话呢，也是可能就是得到就是也有些人呢不管是怎么样修的话呢，反而越来越粗暴，越来越不跳顺，不堪呢。也有这种情况。所以作为修行人的话呢，尽量就是要学我们个别的有些这个法师啊，我的这面这个有些这个藏族的有些喇嘛和这个舅母啊，他们都是对我们的有些这个法师呢还是很起信心的，就是他们说是某某法师呢，就是确实就是比较我们虽然不懂他讲法的是内容是什么样，但是从外观上，从那个唯意上看的话呢，肯定相续当中有一定的功德，哎呀，很了不起啊！一看到就我们的起信心，就是在我们这个道友当中的是，我都遇到过很多人，就是说是这样的这个评价，这也是自身的一种内在的这种境界呢，就是在外面就是可以显现一种寂静的这个行为并不是一点都是不管走路也好，说话也好，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是让人这个生起邪见呢，生起邪念呢就是不能就是产生这样的那么就是功德藏当中上面的这些内容上师即是莫安坐，坐时为安供树用若行莫随前后有见他殿做成等则复就是不能，就是这功德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切莫逆巧士们舍弃弄者笑怒容，怎么弄到今天好像读过什么玩暖笑怎么讲呢？玩笑无关于三门基金二意思这是前面已经解释了。其实这个校正的话，先把用校正，然后再解释就好。我们平常的做法是这样的，但华智仁波切前面解释半天，然后后面用一个校正。前面用校正，后面解释就好了。假使说没有其他人这个心怀嗔恨恶口谩骂上师，假使说有其他人，不是没有其他人，假使说是有其他人呢，就是以嗔恨心或者是恶口谩骂这个自己的上师，自己绝不能与这些人呢就为友。当然如果自己有能力制止的话呢就制止他们的这个邪见和诽谤等等，还是尽可能的去加以制止。倘若如果实在是无能为力呢，那么也不应该跟他们呢就是常说语言呢。如功德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你们嗔恨上师者，不因为有尽力者常说语言增大罪释怀一切诸誓言呢
就是我们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呢，有些人对这个上师特别特别恭敬的，那么经常呢跟他们一起的话呢，自相续当中也是带来就是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功德和境界。有些人的话呢，不但是对这个上师是不恭敬的，而且呢就是经常造出这个上师的一些这个过失来这个诽谤就是谩骂或者甚至呢就是造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违愿。那这样的话呢，跟这些人呢不能就是经常就是一起说话，一起就是安住一起呢就是这个相拥相拥饮食等等原来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个道友就是首先好像来了一个道友呢，当时他没有这个别的地方的住处，就是然后就让他就是住一晚上，他也答应了。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两个说，就是结果呢，就是那个人是对一个上师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邪见，然后。他后来尽量的制止，就是到了这个大概是半夜3个12点钟的时候呢，一直制止不了的，他不断的诽谤的话呢，后来就是他说那实在没办法，请你最好离开，就是不要住在我家里。然后12点钟的时候就是把他撵出去了，就是所以这是确实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也有特别可怕的人我听个别人说呢就是有些人这个自己的是对上师信心很大的，但是呢对这个对上师特别不好的爱诽谤的，甚至呢应该说是从密宗的有些这个教言来讲的话呢，肯定是破了誓言的。跟这种人的话呢关系特别好，就是我们听说有些人呢就是也有这种，就是那这种情况的话呢知己和见解，我们讲那个三界论的时候也说过，破誓言的话呢，一个是自己就是破誓言的就自己诽谤上师诽谤道友这样破誓言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自己没有破誓言，但是经常跟他就是一起共住，一起吃饭，一起这个生活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呢就是绝对是破誓言的。那么依靠他呢，就是对染污你就是跟这个传染病的人就是住在一起的话呢，有些病是可以传染的，有些病是不能传染的。医生已经制定是你跟他住在一起的话，绝对会是传染的。那这个人一起同住的话呢，自己或者是间接自己相续当中呢，也会有这个破誓言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密宗的一些这个忏悔文忏悔文里面呢，就是忏悔的时候，一个是自己破誓言的，还有呢就是依靠这个别人来就是自己破誓言的，这个是特别这个可怕的。因为依靠上师而破誓言的，那么这个人是在我们密宗城里面呢，就是很难这个忏悔的就是这个以前密集金刚的一个讲义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民居论吧，就是民居论。民居论里面就是有一个教证，说是这个宪宗里面的这个造了无间罪的、谤法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设法就是设法的。造了无间罪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依靠这个密宗的坛城和灌顶呢，可以这个忏悔得以这个清净的。但是毁谤上师和这个诋毁上师、毁坏这个上师这个心智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呢，就即使就是参加密宗的任何这个灌顶任何这种这个法会的话呢，就是也不能参进去，必须要自己自身堕入这个金刚地狱。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呢，就举宝藏论里面呢，就是也说的特别的这个清楚。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很多道友就是自己应该要维护自身是很重要的，否则呢当然有个别人的是不是什么破金刚誓言的，只不过是自己可能这个说话不对就或者对某上是有一些意见呢，就是稍微可能就是说一点过失，人们把它称为是什么破誓言，就这种说法也不对的。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分那个清楚就分清楚。你如果没有破誓言，就是跟他加上一个破誓言者的罪名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真正是以密宗的各种虚波来衡量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是绝对是已经破了誓言的。那么跟他这个关系特别好的话呢，我担心呢就是很多人自身呢就是也肯定就是已经染上了这种染上的话呢，我们这个学院有一个要求，尤其是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密宗14条根本戒里面，尤其是对这个金刚这个道友有严重矛盾的和金刚上是有严重矛盾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密宗
宗的任何一个坛城的官邸呢，或者是法会啊，就是都不能这个予以参加的。我们以前上师在世的时候也是发过这个愿，以后的是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没办法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家共同这个参加一个官邸的法会，那么就是里面真正已经破了这个誓言的人呢，就是已经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话，那就没办法。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有些这个这个包括在别解脱戒里面也是这个破戒比丘公主的话呢，没有公开之前，就是佛陀也没有制止，就是没有制止的。但是如果知道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也这个发过这个愿啊，就发过这个愿，就是密宗破誓言的人呢，以后就是不会一起这个共修啊，就是密宗的法，就是不会一起共修，也不会呢就是受任何观定的。我想有生之年当中，就是我个人的话也会会这样的啊。以前在别的一些上师呢，就是有些这个本来去观个就听说一个观点的话呢，有些弟子没有得过这样的，但是里面呢，就是也听说，就是有一些破誓言人的话呢，那就是不敢去了，因为在上师面前已经发过这个愿啊，发了这个愿的话呢，那么就是其实去了也是没有用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有个教证啊，比如说是一滴过就是整个一大锅的这个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就是如果就是扔了一滴这个酸奶的话，那就是全部都就是变成这个坏了啊。同样的道理。就是100个这个瑜伽师，这个后面也会有的，这前行后面也有教的。100个瑜伽师修行人当中，如果一个人就是破坏真正的这个密宗誓言的话呢，那么100个人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全部都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事业。所以这是金刚持如来就是所宣说的，并不是我们个人的一分别年来这个宣说的。这方面呢，我这个希望就是以后这个真正的就是公认的这个破誓言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值得注意。我遇到过有些法师呢，就是说这个藏地有这种说法，但是汉地呢最好不要有这种说法，就是有些还是懂教理的，有些法师的是也给我这样讲过。但实际上呢，这个破誓言的话呢，我觉得是并不是什么藏地和汉地，就是以民族分、以国家分、以这个什么这个地方分就是这不是分的就不管是任何一个人，你说了这个这个密宗的这种戒，已经抑制了这个任何一个人成为这个你的这个金刚上师，后来呢，就是你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也好，就是最后就是破了这个誓言的话呢，那只是这个汉族人也好，藏族人也好，谁都是就应该会可以这个犯的。那犯了以后的话呢，那这个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再进行改造的吧，就我是这样这个认为的。所以在有生之年当中的话呢，以前也是这样的，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已经破了这个誓言的话呢，不管是藏族人也好，汉族人也好就死也不会就是一起这个结束这个不要说这个传输就是那个就是一起就是恭听任何一个法的话呢，就是绝对就是就是不会的。就是当然在座的僧众呢，就是我没有权利说，我个人呢就是以前上师面前也是这样这个发愿过就是发了这个愿。那么这个愿里呢就是没有坏这个以前是也没有这个坏，就自己明知已经破誓言的，我们学院里面也是每次观顶的时候也是做这个整顿。就不管是藏族人、汉族人，就是有没有这是明显的这个破誓言，如果有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人必须就是开除为止，就是没有开除之前的话呢，那么就是不会关定的。就是以前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就是每年就是关定的时候也是他们这个官家们呢，就是一直在这个审核，就是这也是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传统一直这个下来的。我相信这个学院就是存在之前的话呢，就是肯定也会这样的。所以呢，学院里面就是这个参加任何这个法会的时候呢，我希望就是不要有这个破坏这个誓言的人，有的话呢，就是最好首先也是不要这个参与，否则的话呢，到时候就是自己就那个时候就是开除呢，就是当然是很麻烦的。当然我今天呢，这里也没有什么就是知道的什么有破誓言的，这种是没有的。有时候我说话的话呢，应该就是不需要害怕的人呢，很多都害怕了，就是应该就是比如说我针对一个人批评的话呢，就是他就觉得反而很开心的，就没有什么的其他人的话呢，全部都就是伤心了，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次呢，也不是说是这个有什么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以后我们要这个知道的话呢，就是破誓言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一件这个事情就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此自己呢，就是接受密宗的这个观念和密宗的发耀之后的话呢，至少也是对这个自己的根本上师和金刚道友呢，不要有这个发生这个矛盾不要有
这个发生非常这个尖锐的矛盾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个要求的话，那就是这个不说话就是不能这个过夜不说话互相的是特别就是这是这个金刚道友上师们的这个传统，就是希望呢大家这些戒律呢就是应该好好的这个遵守那么这是这个刚才也讲了，那么在对上师的眷属和金刚兄弟姐妹也同样的这个恭敬呢，就是对上师的眷属和对上师的这个所有的金刚弟子呢，就是都要这个恭敬，无论是相处时间是多么这个长毫无厌烦的这种这个心情，始终是就是始终如一和就友好，就像是这个腰带一样就是这个腰带可能跟你们有些人说的话那就不一定，但藏地的话那就是一般是，尤其是我们这边穿藏装的很多道友呢，没有腰带就是不行的，但腰带呢就是你今天就是用上了，明天不想用，没有这样的基本上我的是十几年的是用一个腰带，就是一直是还觉得就是对它就是越来越有一种这个不同的这种感觉就是不同的有一种这个感觉，所以就跟任何人就是不管是上师的这个弟子也好，上师的一些道友也好，时间越长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惯性越好，就是不会有这种厌烦性。否则现在很多人是细心研究，今天跟这个好一点，明天跟那个好一点，再过一段时间又找一个，这样不是很好的。10年前的这个金刚道友，现在也是这样的，人不能有这个特别大的一些这个变化，否则的话呢就今天人一个上师信上师，然后这个上师过2天的话呢又把他抛弃了，又再寻找一个上师，然后道友也是这样的，今天跟他特别好，就明天又把他抛弃了，就互相这个做法是不合理的，这不像这个腰带一样的，就像卫生纸一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任何事情，自己就要放下架子，与他人呢就是来往和就和谐融洽，就像是这个食盐一样的就是这个盐的话呢，我们不管是吃什么这个白菜也好，洋芋也好，什么一个菜里面的话呢，如果没有加盐不行的，这个盐呢就是跟这个也可以，跟那个食物也可以，什么里面都是可以的。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让他在这边做事情也是可以的就是做电工也是可以的，让他挖地也可以的，让他这个打电脑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跟旁边的人全部都合得弄就像我们以后要学很多道友都是智慧还可以的，但是人格不行，就是我有这种感觉，因为从小都是你们没有这个学好这个人没有学好人，那这个有些上是说的呀，你人做不好，就是怎么做得好佛就是很难的，所以说就像是成这个实验一样的就跟谁的融洽，跟谁的合能关系都很好的就今天让弄稿子也是可以的，明天让他就是做什么，就是天天就是给我这个提水就是或者是明天就是让他去开车做什么样的话，有些人的话跟谁的只是合得拢，给老人也合得拢，年轻人也合得拢，跟上师也可以，道友也可以，跟谁的任何一个人就是真的，我们的这个学院当中都是有特别好的一些就是道友，就是谁的就是这个人很不错，这个人很不错，就是上下的人大家都是就是这个教口成长，就是应该需要这样的就这是一个就是这里一个比喻。还有呢就是即使对方自己就是有这个对方对自己呢就是恶语重伤，无理取闹，或者呢就是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也应当尽力安忍，就像是柱子一样。你看知道这个柱子的话，那上面有再重的这个房屋就再重的一些这个屋顶的话，那就是它一直撑着的那么我们有些人呢，在这个无缘无故的时候，别人骂你，别人说你，还要在自己的工作承着很多很多的这个压力，但是一点都是不这种痛苦一直忍着的，就有一种忍耐性，就像柱子一样。对于道友也是这个和睦相处，恭敬一致，如功德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和睦相处如腰带，融洽交往如誓言，积聚忍耐如柱子，亲近世眷及道友就上师的眷属和上师的这个道友就这个是我们以前就是有些这个上师身边的一些官家也经常用这个较真你们跟上师的道友和上师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发心人呢，就是都要这个关系搞好，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上师的一些身边的人当中呢，就是这个也看不惯，那个也看不惯，你身边的全部是什么这个老虎恶狗这
这个圈子，有些人的经常给个别这个上司呢，就经常有一些特别不恭敬的这个语言呢，就是说你这个上司身边的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跟谁都合不拢的话，那这是一直上司方面呢，就是确实缺乏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最主要。如果上司身边的谁的不忙，谁的就是没有的话呢，那么就上司就已经成了就是就无依无靠的一个可怜人呢，就是不能上司的很多事业的话呢，有很多人来这个维护的，互相呢不能有什么这个嫉妒心，谁有能力，谁有这个智慧，谁有发心的话呢，大家都这个共同这个意志。上司的这个眷属呢，跟那个就是这个以前的这种这个佛陀或者是高僧大德的这个事业一样的，要想到就是应该无偏的，就是这个广大。就是我想在这个台湾呢，有些地方的话呢，他们这上司身边的这些人呢，就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没有嫉妒心，没有这个内部的竞争性，自我的这种竞争性没有，全部都是依靠这个上司的事业和这个众生的事业，就考虑到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事业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展开的。否则的话呢，内部的这个战争呢，就是后来就是可能这个上司也是厌烦心啊，然后逐渐呢，就是对这个事业也是有这个影响的。所以就任何一个上司，就是这个不固定是不管是汉族人、藏族人，任何一个上司的话呢，他有他的就是不同的事业，所以就是他的周围的这些弟子们呢，就是不能就是跟谁的就是关系不好啊。我遇到过很多一些上师的弟子，听到了以后的话呢，就心里的不舒服就是对上师是不利的，就是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你是这个维护上师的，实际上的话呢，你对这个上师用贪心、用嗔恨心来维护的话，其实贪心和嗔心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这个心态。就是不正常的心态。比如说你这个嗔恨心特别严重的时候呢，在嗔恨心的这个心态当中，你造作的任何一件事情呢，是不会不会好的。如果你的贪心非常严重的话呢，那个时候也是不正常的。因此，对上师也好，对这个弘法尼僧的一些事业的话呢，应该有一种包容和广阔的这个心呢，要从总体上就是想到这个利益众生。如果自私自利的心没有，就是利益众生的心，或者是维护上师的心，完全是出于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做的事情呢，就是一定会是圆满的。所以呢，刚才这个就是一个是腰带，一个是石眼，还有呢就是柱子作为一个弟子的话呢，应该这三样的这个具足否则的话呢，就是好像这个石眼呢就跟谁的融洽的，但跟谁的合不拢，就像是辣椒一样的，就特别这个人来了以后好，就谁的就是不敢接触就是或者说是荆棘树一样的，就是谁都特别害怕，就是用他的这种尖锐的语言来刺伤你来了以后的是谁都不敢接触，也不敢说话，就是那样的话呢，对上师身边有些人都经常说这么好的上师身边就是有这么厉害的人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这是这个实验一样的，还有这个柱子一样的，就应该有一种人来些，稍微一点点的时候呢，就开始就好像那个比如说这个上师身边做一件事情，就别人呢就是说你两句，或者是给你有一点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哭了，马上生气甚至呢在上师身边做事情的时候拍桌子就马上离开做了，就是我听说有这样的现象这不太好就是这是一般来讲，上师身边做事情就是你马上拍个桌子就做了，那这是实践人当中也是一般有素质的人、有水平的人是不会拍桌子直接做的。做任何一件事情是应该用智慧来这个处理的，并不是你拍上桌子就马上降服一切魔宗了，一切万事大吉了，不是这样的。这是非常这个没有素质人的一种做法。这样呢，逐渐对这个上师也好，对自身的话呢，就是也是不利的就是也是不利的。第三个是那个修学上师的依心就上师的这个意思指的是上师的密意，上师心里的这个智慧悲心就是这些行为呢，就是上师的这个度化众生的一些如理如法的这个行为，就是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学。我们前面是观察上师，然后观察完了以后呢，就是医治就是怎么样医治的方法呢？这里已经讲完了。那现在呢，就是已经观察好了，已经就是医治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去这个
怎么说啊？就是去这个得到就是上师的这个依据啊上师的这个依据得到的话呢，就是也是不能这个违背上师的这个教言好像那个三公经记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经典，说是这个四不化分不得这言凡有说是什么这个无德为名就是无德为名。所以上师的这种任何的这种语言也好，行为的话呢，我们就是不能这个违背，否则的话呢，就是得不到就是真正上师的这个依据。我们经常看过一些这个前辈的高僧大德们的这个传记他们都是这个真的是以自己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恭敬心努力的去这个医治的就是包括这个阿丘拉嘛他的听说以前那个在这个中国阿日那里就是得到的这个教言呢以前那个阿丘拉嘛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一提起那个中国阿日他的根本上师的时候呢，他一直这个牛泪一直这个喝正就是一方面是他的这个根本上师，然后对法王如意宝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种这个恭敬心恭敬心听说是医治了这个医治了30多年呢，就是30多年的话呢都是就做任何一切事情的话呢，就是都在做，尤其是在这个文革期间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包括这个上师爱批斗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这个维护。但后来的话，以及上师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如理如实的，就是得上所以说，我们任何一个成就者也好，这个一些修行人的话呢，都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都有一种不共的这个信心就不共的一种信心。有了信心以后的话呢，恭敬心自然而然会升起来。有了恭敬心以后呢，上师相续当中的这些超生的功德呢，就是自己也会就是得到也会得到的。所以他这里也说了，就是这样医治的一切方法已经明确之后，就要像天鹅和蜜蜂一样，数次上师的密也。比如七僧月僧庙水池当中的天鹅不会呢就是叫混水池，而是在其中呢就是轻盈细细，轻轻相属。蜜蜂呢就是飞旋在花丛之中的时候，也不会损害法的任何的这种这个色相就是色相，而是呢吸取精华以后悄悄的这个离开。我们一直上师的时候呢，不能这个扰乱上师，也不能扰乱上师的眷属。你什么时候有因缘，就是得受这个上师的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你一直一心一意的得到。当你这个因缘已经结束，或者你离开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轻轻松松的、开开心心的，让上师也高兴，让上师的眷属也高兴，你自己也是所得到的这个发愿来自己呢，就是充实自己同样，我们一定要不辞辛苦，不厌其烦，不择不苦的依教奉行来书持上师的意趣。也就是说呢，依靠自己的心性和毅力的进取心，将速成上师的心相续当中的一切文思修行的功德，如同从一个标准的瓶子侵入另一个标准的瓶子一样，融入自己的相续上师相续当中有什么悲心智慧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个瓶子里面的东西就是倒在另一个瓶子里面一样的，按理来讲是上师相续当中的真正的功德呢，就是自己得到。但现在很难的，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真的是就是他的相续全部都是慈悲和悲心，而我们现在后代的很多人的话呢，就是上师相续当中的，不要说是全部的，就是1%、10%的得不到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邪见，自己的很多的这种可能成见就是助障碍的就助障碍的，所以有时候一想起来，就是上师相续当中的所有的功德得到非常难，但是部分的得到的话呢，也能这个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是一直一个上师的话呢，上师的所有的功德自己应该要得到就满品群邪的这种说法，大家应该清楚。文思修就超生的这些这个功德全部得到，这是很重要的。功德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如意甚至至天蜜蜂长平常化者为恒时相处细其心，无有披言此上师就是此上师心性进取得功德。其实这个心性很重要，没有心性把上师看着一般的凡夫人，那样的话呢，就是上师相续当中的超生的这些功德是不一定能得到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实践当中就是把这个上师呢，就是看着这个佛一样
啊，这是很有必要的。好像那个无二平等最上瑜伽最上这个瑜伽大王经呢，就是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已经讲了，就是说是这个佛呢，就是最上的这个阿舍利啊，就是最上的。那么一切这种这个最深的最长的呢，就善护他啊，就是善护他。你要这秘密的实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这个阿舍类，就是佛呢就是无二无别啊。就我们要知道是佛和上师呢就是无二无别。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个信心的话呢，上师相续当中的功德呢，就是自己肯定会就是要这个愿意就是得上啊，就是愿意会得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怎么说啊，就是欢喜心来就是医治其实医治每个人来讲是医治善知识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一旦就是离开了这个上师，或者是自己没有机会医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上师呢，就是看着真正的这个佛。当你一直以为上师的时候呢，就觉得是好像跟上师跟自己的其他的这个亲朋好友一模一样的，甚至有时候自己的好像超过上师一样的这种信念也会有的。但一旦就是上师离开了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好像就是更加珍贵，更加上师有这个加持力。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因此那个还有很多道理要说的，但是可能不知道今天的时间是什么可以是吧？不知道今天你们一会儿他们那个时间呢，给我有一种那个就是他一散的，所以就有时候是把我弄得就是有点迷迷糊糊的，日记太多了的话有点让我你看他可以吗？就今天讲到这里了。Sonam dei tamse thobanya tonne 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nen droa sha bandar gar badna sadar da bandar gar badna sadar bandar gar badna sadar da